大启8年，魏家被判满门流放。魏遮嘲笑我将下嫁一小小侍卫，陆晨自然不能与魏世子相比。但我江不念想要的权势地位，从来不寄希望于夫家，而会自己去争。这是娘亲过世后，我第3次见到父亲。第一次我9岁，已经在外祖父家住了2年。念念，七公主和你一样，也没了娘亲，你去宫里陪她，好不好？第2次我13岁，继母有了4个月的身孕。叫你回来一趟，是因为你继母这一胎怀相不好，你去皇后娘娘跟前替她求个稳妥的女医。第3次是今天皇后娘娘的千秋盛宴上。父亲，你跟我过来。你都19了，信训侯府还拖着不肯商议婚期，可见魏遮对你不喜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切勿自取其辱，让自己难看。还是早些退了你和信陵营侯府的婚事吧。而心仪庶妹的魏遮将我拦在宴会外。我知道江姑娘的母族是名门谢家，而你妹妹的外祖不过一介寒门出身的7品县令，自然不能与之相比。但我魏遮并不需要7族的助力添砖加瓦，江小姐还是莫要纠缠了。不念你7岁去了外祖谢家，9岁入深宫，此后近10年和魏遮连见面也未曾有过1次。珠儿不一样，她和魏遮真正是青梅竹马长大，魏遮把她看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其他姑娘连看都不带看一眼。没有感情结为夫妻，日子有多难熬，看你娘亲和你父亲就知道了。我不忍心看你走你娘亲的2路。你不配提我母亲。怎么入了皇后娘娘的眼，气性变这么大了？放心好了，我和你父亲会为你另择一门亲事，门第出身绝对不会比魏遮差。你不去南曲班子唱戏真是可惜了。你若不识好歹，到时候难看的还是你自己。我知道姐姐日子不如意，对阿遮哥哥不想轻易放手。姐姐主动退婚，还能落个深明大义的美名。若是由魏家开口，姐姐的名声受损，再想找个门当户对的郎君就难了。我们是亲姐妹，别把事情做难看了，叫外人笑话。姐姐说可是这个理儿。姐姐性子素来沉静寡言，宫中10年，怕是也熬得孤僻了。阿遮哥哥这般耀眼的人物，终究需要个温柔懂他、能陪他并肩的人。父亲顾体面，魏遮惜名声，继母也步步敲打，如今连你也敢来教我规矩，怕我难堪。难道你们所有人的体面圆满，都要靠牺牲我来成全吗？既然人人怕难看，那我当真好奇，到底有多难看？你是在威胁我？你竟敢如此刚硬！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注意仪态，你姐姐许是在深宫久了，性子难免清冷些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待会儿皇后娘娘问起来，你顺势把婚退了，这是你爹的意思。劳你们费心了，但这好意，我怕是消受不起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开宴吧。谢娘娘。娘，他怎么还不开口？这可是最好的时机。在这儿退婚，有中宫做主，此后谁也非议不得。他若聪明，就该明白这是在给他台阶下，还真是费尽心思。可惜我江不念偏不喜欢让你们如愿。那便是江家的大姑娘，瞧那通身的气派，不愧是公主半朵。气派有什么用？魏家世子摆明了不喜她，今日这阵仗，怕是要有好戏看了。不念，你若是还不主动请求退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局面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说过，别来惹我。无事无事，家中大女儿闹小瓶子呢。这江大姑娘还得再学学规矩，毕竟是皇后娘娘的宴会，可不能冒冒失失的。唉，都怪我，只是个细母，也不好管教太严，才失了分寸。江夫人也是不容易，还是小女儿教养得好。这位夫人可真有意思，我从小在宫中教养长大，说我不如一个庶女，是想蔑视皇权吗？不，
该死，奴婢毛手毛脚，请大小姐恕罪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专门为你挑的云缎，怎的脏成了这样？无碍，这怎么行？千秋盛典，若是御前失仪，咱们整个伯府都要受累。快，跟着宫人去后殿更衣。既然母亲这么说，那就去吧。大小姐，对不住了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中齐伯府大小姐跌入湖中了！阿念！母念，你没事吧？快放开我，不要打乱娘娘的大计。哎呦，怎么就落水了？不念啊，你若是出了事儿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娘交代呀？姐姐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更衣竟能掉进湖里，多亏这位侍卫出手相救。只是这男女大防，众目睽睽，搂抱拉扯，简直丢尽了世家的脸面，惊扰了各位长辈，不念之过。既然人已救起，便先安置更衣，其余的事自有娘娘裁断。成何体统，简直是丢人现眼！侯夫人慎言，此处喧哗是想惊动圣驾吗？来人，带陆侍卫下去领赏更衣。伯夫人、侯夫人，二位先跟我回大殿复命，娘娘还等着呢。珠儿姑娘，你陪你家姐姐去偏殿换身干净衣裳，动作快些。你先下去吧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刚才在湖里跟那个侍卫抱得那么紧，可怎么办呢？别想了，这件事捂不住的。侯夫人现在就在大殿里，会一五一十把你的丑事说出来。姐姐不如识趣些，请娘娘做主自请退婚。皇后娘娘的好日子，姐姐意外落水，成就一桩天赐良缘，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。说不得娘娘一高兴，还会赏你些嫁妆。这便是你们替我求来的良缘。你若是不肯息事宁人，坏了娘娘的兴致，追究下去，你还能落得好不成？毕竟你同那侍卫有了肌肤之亲，除了嫁他，你别无选择。那人叫陆成，吴郡陆氏的旁支，虽然穷了点儿，但以后有伯府当岳家，新义侯做莲旁，日子总归差不到哪儿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为了让魏遮全身而退，你们竟然连陆氏旁支都找出来了。姐姐倒是真沉得住心。这姜汤好喝吗？你可知这大殿之上，侯夫人已经快把你的名声踩进泥里了。当初你生下来的时候，齐沐雨为了名声死活不肯入府为妾，我娘那时候就不该心软，更不该答应父亲把你记在名下，白送了你一个嫡出的身份。可惜了，这世上总是不要脸的人活得更自在一些。姐姐现在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什么意思？是你娘自己没用，管不住男人还保不住位置，怪得了谁？你娘活该在后院一日日熬着。我和阿遮哥哥、我爹还有我娘，我们在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，你娘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娘用谢家嫡女的骄傲换来了你们母女的荣华，换来了父亲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。你们所有人欠她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姐姐还是快些随我去大殿，陆城侍卫还在那儿等着他的未婚妻呢。好戏才刚刚开场。曹女官，江大姑娘放心，并未惊动宴会那边，娘娘只召见了相关的人。多谢提醒。是我家不念没福气啊，终究是没法入信陵侯府的大门。伯爷快别这么说，这是我魏家的损失，是我那逆子魏遮配不上江大姑娘。
咱们两家虽做不成儿女亲家，但这情分不能断。看到两个孩子闹成这样，我这心里像被刀扎一样。好妹妹，别哭了，就算退了亲，以后咱们私下里还是好姐妹，常来常往便是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大约同娘亲一样没有，丢掉之前还要感慨一番她的廉价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夫人安，臣奉皇后娘娘之令，在此等候。哦，你便是魏成吧？好一副周正相貌，仪表堂堂。刚才若不是陆贤侄救命，我家小念怕是连命都没了。信陵侯，你看，这陆贤侄虽是旁支，但这身手，这气度，绝对是未来可期呀！伯爷所言极是，英雄救美正是天赐的一段佳话。你们说，这英雄救美的事儿，若没个好结果，岂不寒了天下义士的心？伯爷说的是，名声对于女子重于泰山。陆侍卫虽然位卑，但能得伯府这样的姻亲，也是他的造化。还真是道貌岸然，一唱一和之间，就把我塞给陆称的事定下了。姐姐，爹爹和侯爷也是为你着想，陆侍卫既然舍命救你，你总该表个态。皇后娘娘，不必多礼。阿念，你站在那风口作甚？过来。江不念不过是个公主伴读，皇后娘娘竟然对她如此亲厚。娘娘，好孩子，来坐本宫身边即可。你们刚才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，倒是热闹。本宫听着，仿佛已经要把亲事定下了。娘娘恕罪，臣只是觉得继父之亲非同小可。阿念，既然他们都说陆侍卫与你有救命之恩，你打算如何谢他？娘娘说的是，陆侍卫确实辛苦，是不该平白受这份累。怎么回事？总有种脱离掌控的烦躁感。既然是救命之恩，而陆侍卫家境贫寒，便赠他些许银钱作为谢礼吧。江大姑娘，陆侍卫位卑人微，你能用几个臭钱随意打发，但我们信义侯府却不是好糊弄的。刚刚的情形，停云桥附近的侍卫宫女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江大姑娘衣衫尽湿，上了岸，身上还披着侍卫的披风。娘娘，这虽是意外，但江大姑娘和陆侍卫确确实实是有了肌肤之亲。信陵侯府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我儿魏哲更是竭诚尽竭为陛下效力。难道要我儿娶一个不清不白的姑娘，沦为整个上京的笑话吗？若真如此，以后他还怎么心无旁骛为陛下做事？娘娘头疾又犯了，阿念给您按按。他怎么敢在娘娘面前如此随意？他到底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底牌？娘娘为何还不发话？魏哲，你是在等娘娘发威，还是在等我跪地求饶？你从没想过皇后娘娘会无条件站在我这边吧？听侯夫人的意思，我江不念今日救命之恩不报，反倒要因为这所谓的肌肤之亲把自己赔下去。肌肤之亲很了不起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话？我们女子贵在贞洁，怎能和自己夫君之外的男子有肌肤之亲？是吗？陆成，既然珠儿妹妹和侯夫人如此看重肌肤之亲，那便让他们看个清楚。属下明白。还敢！我的脸，你这卑贱的侍卫！放肆！简直目无王法！娘娘，你要给臣妇做主啊！伯爷救我，这侍卫疯了！珠儿妹妹，侯夫人，这可算肌肤之亲？江不念，你竟敢如此行事！娘娘，这侍卫陆成在大殿之上公然韦剥女钻，简直无法无天，求娘娘严惩此贼，为臣等做主啊！此等狂徒若不凌迟，信贤侯府颜面何在？请娘娘降旨，立刻将陆成乱棍打死。可是随珠妹妹和侯夫人方才
确实也同陆侍卫有了肌肤之亲呢。这可是大家伙亲眼瞧见的，赖不掉吧？既然侯夫人说肌肤之亲大过天，为了保全二位的名声，看来只能委屈随珠妹妹和侯夫人跟我一道下嫁给陆侍卫了。论来论去，这陆家的正妻只有我能当，你们两位就受累做个小吧。不过老二老三的名分还得争一争。二位现在意淫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奇耻大辱，我还怎么见人？珠儿，江不面，你给我住口！在大殿之上满口胡言，简直是胡闹，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堂堂侯爵夫人，竟被你这黄毛丫头如此编排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这就受不住了。我的这番言论，不正是学了你们那般的强盗逻辑吗？逆女！请皇后娘娘为老臣做主啊！你这丫头当真是越发刁钻了，什么混账话都敢往外蹦。江不念敢在大殿上如此胆大妄嘴，原来身后站着皇后娘娘。不好，若是继续纠缠，只会被江不念彻底拖入泥潭。娘娘，臣有罪。娘娘，臣自知有负江大姑娘，虽与江大姑娘有婚约在先，但情之一字最难自已。臣早已对随珠妹妹情感深述，臣移情在先，悔诺在后，实乃背信弃义之辈。臣愿甘受一切惩罚，绝无怨言。只求娘娘成全，解除臣与江大姑娘的婚约，还江大姑娘一份清白，也给臣一个补过之计。阿彻哥哥，你竟然为了我当众认罪，你还真是虚伪！好一招以退为进。哦，本宫原以为只是意外，没成想竟是一出旷世绝恋。魏世子这坦诚，倒让本宫有些意外啊。可你这可不是简单的求亲，这是背信弃义呀。阿念，这魏世子既然认了罪，你说咱们该怎么罚他？明明两家私下商议就能解除的婚约，世子偏要把自己当成个香饽饽，弄得人尽皆知。世子为了显示自己是守诺君子，生生拖了我这些年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现如今我名声受损，若没点银钱傍身，恐怕以后再嫁不易呢。臣感念江大姑娘成全之意，臣愿私下为江大姑娘添装白银3万两，以全两家之好。3万两，这伯爷，3万两啊！江不念到底是咱们江家的女儿，将来总归要从伯府出嫁。那是自然，既然是在伯府出嫁，这银子落到谁手里还另说呢。3万两换个名正言顺，阿哲哥哥竟然为了我做到这种地步。既然大家都觉得这桩婚退得好，我也应了，只是有点不够。3万两远远不够。江不念，你竟还嫌少，未免太贪得无厌了。娘娘，你瞧瞧，这哪是世家嫡女，这分明是坐地起价的土匪！求娘娘为西园侯府做主啊！那江大姑娘，你到底想要多少？1000万两。我说，我要1000万两。1000万两。去年江南查抄，和合白银正好是1000万两，江不念怎么会突然提这个数字？江姑娘，这1000万两可不是什么小数目，你莫不是在水里泡糊涂了？哼，便是把信陵侯府卖了，也不值这么多钱。伯爷，1000万两，他怎么敢？疯了，这孽障一定是疯了。江不念，你是要拉着全家一起死在大殿上吗？父亲2年前得知魏遮赴江南查滩，可曾私下打听查抄赃银总数？住口！朝堂亲案岂是我们议论的？魏遮愿意出3万两补偿，已是天大体面，你见好就收。魔念听你父亲一句劝，3万两足够你置办顶尖嫁妆，往后寻个安稳文官子弟，一生无忧，何必揪着不可能的数字不放，落个贪财悍富的名声？姐姐，
阿遮已经退让一步，你这般步步紧逼，传出去，所有人都会指责你不知足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你自己。你和魏遮害我的名节，逼我主动退婚，你们又可曾想过留半分体面给我？婚约是我二人私事，你何必扯到朝堂大案上？江南查抄所得全数进入国库，户部留有存档，何来1000万亏空？前池州知府孙林轩抄没家产折合白银28万两，前松江知府方维仁抄没白银21万两。世子当日查抄赃款，折合白银共有1960万两，可最后搬进国库的为何只有960万两？剩下的那1000万两去哪儿了？世子，若不是进了你信阁侯府，难不成是凭空消失了？按大起律例，监守自盗达200两白银者充军，400记处绞刑。这1000万两，便是抄家灭族也不为过。哦，竟有此事，关乎民生大计。曹女官，快去请尚书大人和御史大人。是，娘娘。回娘娘，当年江南一案入库白银确为960万两，账本如今存于户部库房，随时可调取核验。尚书大人所言便是铁证。江姑娘单凭一己臆想，捏造1000万亏落，莫不是落水受寒，伤了神智？尚书大人只记入库之数，可知当年各地官吏、盐商合计被抄家产总额？当年文书繁多，老夫只统计最终入库银两，总抄录数额并未单独留存。江姑娘若有完整明细，大可当众拿出；若只是空口白话，便是御前诬构重臣，罪责不轻。账本我早已备好，藏在奉座册暗格之中，娘娘只需命曹女官取来，所有抄家明细、接手人、银两流向一目了然。江母念，我还当你真是为了钱呢，原来费了这么大劲，甚至不惜在大殿上撕破脸，最后还是为着逼我娶你。心里很得意吧？抓了我这么大的把柄，以何足性命相逼？我魏遮再不愿意，也得敲锣打鼓迎你进门。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坐定了信义侯世子夫人的位置？江不念，有些人机关算尽，却未必能得偿所愿。娘娘，此案关乎重大，臣有满腹冤屈，求见陛下。陛下知臣忠心，定能还臣一个公道。魏遮，你当然觉得陛下会护着你，因为那不见了1000万两银子，早就在你的运作下成了陛下的私房钱。世子，不如我们赌一赌，看那位高坐明堂的陛下，到底是会护着你这个忠臣，还是会为了他的名声亲手杀了你？你若是敢和盘托出，陛下会不会觉得你无用，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干净，还被我抓个正着？娘娘，此女因婚约怀恨在心，凭空捏造巨额亏空，构陷犬子。今日乃是娘娘寿宴，不宜拿出不明册子搅乱宴席，还请娘娘宽宏，暂且搁置此事。搁置容易，可国库年年亏空，边疆缺棉衣，灾区缺粮草，这笔消失的银两，本宫如何搁置？银两并非凭空消失，押送途中遭遇水匪劫借，损耗近1000万。此事我当年单独写密折禀报陛下，陛下心知肚明。密折？朕何时见过你提及1000万银两被劫？参见陛下。陛下息怒，当年事态仓促，密折交由内侍呈递，许是中途遗失，臣绝无半句虚言。臣女参见陛下。300全炮御禁军押送银两，全程沿路州县派兵接应，无一人伤亡，无一相关银丢失，水匪劫掠的说辞，陛下只需传当年押运统领入宫一问，即刻便可拆穿。哎呦，求陛下做主呀！江不念刻意设局陷害我儿啊！他定是早与侍卫陆成暗生情愫，一心想要毁弃婚约。今日借寿宴捏造大案，只为逼死我魏家呀！侯夫人不可随意污蔑，臣与江姑娘仅为救命之恩的交情，从未私下往来。今日所有话皆是江姑娘据实陈述，与臣无关。陛下明察，姐姐性子偏执，因多年婚约不顺记恨阿哲，才想出这般歹毒说辞。陛下，臣教女无方，还望陛下饶恕。臣定会严加管束，绝不再让她妄议朝堂要事。父亲不必急着替我请罪，今日我说的每一笔银两数额，都有人证物证，只要取出账本，一切自有公链。若我说错一字，我甘愿领御前诬告的死罪。去把那本旋风账本取上来。是。娘娘不必取册子，其中记载都是小道流言拼凑，不足为信。
是不是流言？翻开一看便知。世子此刻慌乱阻拦，莫不是害怕当年私吞赃银的真相公之于众？休要胡言！我魏氏世代忠良，犬子一心为国，绝不可能贪没国库银两。新立侯勿恼，有无贪墨，账本自有分晓。若是魏世子清白，这本册子便是废纸一张，何须惧怕当众查验？父亲不必急着替我请罪。今日我说的每一笔银两数额，都有人证物证，只要取出账本，一切自有公链。若我说错一字，我甘愿领御前诬告的死罪。去把那本旋风账本取上来。御史大人说的有理，调阅明细，既能还魏世子清白，也能打消江姑娘的疑虑，两全其美。请娘娘过目。魏哲，你自己看看，滁州、松江两地抄家数额加起来近50万，再往下翻，沿海盐商1500多万。你当年盛报的损耗明细里可曾写过这些数字？这只是地方零散记录，不能算作总依据。零散记录，我在江南寻访40多名涉案人家仆业和户部低层办事小验，所有人证词我一并附在账本最后，娘娘随时可以传召人证入宫对质。1960万总钞款入库960万，整整1000万缺口。魏哲，你今日必须给朕一个合理交代。畜生啊，简直是畜生！老夫整宿睡不着觉，头发都抽得掉光了。老夫在大殿上为了几百两银子跟工部吵得脸红脖粗，你倒好，魏哲，你一个人就敢吞了1000万两。魏哲，你锦衣玉食，庙堂高坐，耳边听的是靡靡之音，手里握的是万民高谢。你可曾看到边疆将士在风雪中抛头颅洒热血，却连一件御寒的棉衣都穿不上？你可曾看到孤儿寡母在残垣断壁中艰辛度日，却连一口热粥都喝不上？百姓衣不蔽体，食不裹下，你却在这里算计着如何中饱私囊。魏哲，你这尸位桑坛的蛀虫，狗食不乱的败类！陛下，此人入朝为官，乃我大齐之祸，百姓之灾。若不将其千刀万剐，何以平民愤？何以告慰前方将士的英灵？本宫为了筹银子赈灾，节衣缩食，连这千秋寿宴都不敢大肆操办。魏世子，你拿着这1000万两，夜里睡得可安稳？陛下，臣当年确有难处，这笔银两并非臣独自私吞，其中另有隐情，臣只能单独与陛下密谈，不可当众言说。哼，隐情？什么隐情？账本在此，有话不妨当众说清，不必遮遮掩掩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都是你平日里纵容珠儿纠缠魏世子，惹得不念心生怨恨，才闹出今日弥天大祸。伯爷怎能怪罪我？明明是江慕念心胸狭隘，不肯成全珠儿与阿遮的情谊，才揪着陈年旧案不放。我从未逼姐姐退婚，一切都是阿遮自己的主意，与我无关。事到如今还要互相推诿，那宫女推我落水，是江随珠弟眼子安排。事后你们一家3口连同魏遮齐聚大殿，想拿男女肌肤之亲逼我自请退婚，这套完整算计，难道也是我凭空捏造？够了！账本证据确凿，1000万亏空无从抵赖。魏遮，你且说说，这笔巨款如今藏在何处？臣无话可说，只求陛下容臣私下禀明原委。事关千万百姓钱粮，岂能私下密谈？陛下应当即刻下旨，查封信领侯府，清点所有财产，填补国库亏空。臣附议，国库空虚已久，这笔赃银必须全数追回，用来赈灾，补解边关将士。陛下似乎想保下魏哲，只是事关万千百姓，还请陛下速速决断。请陛下明察。此事暂且搁置，宴席散后，你随朕入御书房回话。陛下若是今日搁置，往后魏遮销毁人证，藏匿剩余赃银，再想追查便难如登天。天下受灾百姓、苦寒将士等不起拖延。放肆！此事无需在意。陛下息怒，臣妾认为江不念所言有理。陛下开恩，我魏家愿意变卖全部家产填补亏空，只求今日不要当众定案，保全魏氏一族颜面。江不念，你今日执意当众掀除此案，除了追回国库银两，
是否还有婚约一事的怨气掺杂其中？臣女确有私怨，但公私分得清楚。即便魏遮从未设计毁我名迹，查到千万赃银亏空，我依旧会禀明娘娘与陛下，私吞国库巨款本就是不能高息的重罪。陛下，江姑娘所言公正，她从未因私人冤怨歪曲案情，江南所有证据皆实打实可查。你步步紧逼，无非是想用大案逼我娶你。若我今日应允履行婚约，你是否愿意交出账本，不再追查千万银两？哼，世子太高看自己，我从没有半点想嫁入信陵侯府的心思。今日要的只有2件，1000万赃银归还国库，你们算计我的代价一并清算。魏遮，想想你的九族，想好了再回答。微臣惶恐。本宫替你说破如何？1000万两赃银，一半存入陛下私库，另一面被你用来购置江南万亩良田，数十间金银商号。我说的可对？娘娘如何知道此事？我在江南查访半年，你的商号掌柜、田庄管家皆已写下供词，一并附在账本末尾，娘娘翻阅便知。犬子怎会做出这等糊涂事？好一个钦差大臣，查办贪腐之人自己成了最大贪官，边疆士兵寒冬无棉衣，灾区百姓啃树皮，你坐拥1000万金银奢靡度日，良心何在？臣恳请陛下立刻下旨，将魏遮收押天牢，查封信义侯府全部家产，按律监守自盗1000万两，判抄家灭族。不可，陛下，微臣对您忠心耿耿啊！若是灭族，当年私库之事必然传遍朝野，动摇军权根基。御史尚书暂且退下，容朕三思。陛下三思之间，岭南陕西灾民还在流离失所，边关将士仍在忍冻挨饿，国库亏空一日不补，百姓便多一日苦难。三思二字，扛不住万间流民的性命。逆女，少说2句，陛下已然为难，再逼下去，陛下迁怒于你，咱们江家承受不住。父亲只会顾及自家安危，可曾见过灾区孩童饿死路旁的卷宗？娘娘拿给我看过无数流民奏会，我无法视而不见。不念，心怀百姓是好事，但行事不可太过激进，不如交由陛下与娘娘私下商议处置，你暂且退到一旁。是啊，姐姐，留几分余地，往后你在宫中行事也方便。当初你们赶尽杀绝，不给我留半分余地时，怎么没想过手下留情？你手握灭族把柄，无非是逼我解除婚约后，再借机抬高自身身价，等着陛下娘娘赏赐你高官厚禄，对不对？赏赐于我不过锦上添花，追回1000万赃银，填补国库才是重中之重。世子不必以己度人。陛下不必左右为难，本宫有折宫方案，先让魏家清点全部家产，3日之内凑集1000万白银上缴国库，足额补给免去死罪，全族流放岭南。若是凑不齐，即刻按律抄斩。此计妥当，既补上国库亏空，也不必将私库之事公之于众，就按娘娘说的办。岭南烟瘴之地，路途千里，流放与处死并无区别。娘娘这处置和判我满门死刑没有两样。当初你设计推我入湖中，想毁掉我一生名节，让我孤苦终老，那时你可曾给我留折庄方案？今日的结局全是你自作自受。娘娘，1000万两实在难以凑齐，侯府大半田产商铺难以快速变卖，恳请宽限半年期限。赃银必须3日内结清。当年你儿子贪墨银城分文未等，如今归还，自然不能拖延。臣遵娘娘旨意，3日之后若银两不齐，臣再请旨重判。臣即刻派人前去侯府协助清点家产，统计可变卖财物，确保足额上缴国库。下官这就传娘娘口谕，派宫中内侍协同户部官员前往信陵侯府盘查。你费尽心机查出1000万两亏空，当众揭发大案，说到底还是为了逼我娶你。只要求娘娘暂缓追缴银两，我就应允婚事。世子太过自负，我从头到尾半分想要嫁你的心思都没有。不为婚约，你冒着得罪陛下的风险先出私库大案，图什么？你们联手对付我与我娘亲，拿我当作随意奢侈的棋子，我图的是你们所有人付出对等代价。我不信，若是不想嫁我，你大可直接把账本交给御史，
不必在寿宴上当众拉扯婚约就是。婚约是你们算计我的开端，自然要在所有人面前一并清算，一次性了结所有恩怨，省去往后反复纠缠。罢了，本宫今儿做一回月老。既然魏世子方才口口声声说对珠儿情难自平，为了他不惜背信弃义，那本宫便全了你们这份痴心，为你们二人赐婚。臣谢娘娘隆恩。赐婚，魏家要流放岭南了。我若是嫁过去，这辈子不就毁在燕瘴之地了吗？娘娘，臣女不能嫁。刚才在那偏殿，臣女与陆侍卫有了继父之亲，臣女名节已毁。臣女不愿婚嫁。好一个不嫁，好一个继父之亲！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为了你这个女人算计一切，到头来不过一场空。够了，给朕住口！此女厚颜无耻，品性卑劣，不仅背信弃义，还敢在大殿之上言语冲撞，简直不堪为人妻。传朕旨意，将氏随诛，品行不端，赐予卫青为婢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爹爹救我！我不要去当奴婢，我不要被流放，我不要去那酷寒之地！爹爹救我！可怜的女儿啊！放肆！速速将人拉下去！江不念，听说你落水被一侍卫所救。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哦，看来江家的大姑娘，谢家的嫡亲外孙，如今只能去配个武夫了。嫁给一小小侍卫，你可甘愿？江不念，得罪陛下你也别想好过。陛下好算计，若我答不愿，他便能顺水推舟，让我与魏遮再续前缘；若我答愿意，在他眼中，嫁给陆成这个落魄旁支也是折辱。臣女愿意。好，既然你心甘情愿，朕便成全了这段良缘。好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传陛下口谕，3日之内补足亏空，违者杀无赦。还未恭喜江姑娘能和这种出身低微的侍卫缔结良缘呢。江姑娘尽心尽力为娘娘办事，这些年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没退过吧？可结果呢？临了，她连你的婚事都保不了。堂堂伯府嫡长女，陈俊谢家的亲外孙女，最后竟然要嫁给一个侍卫，你不觉得心寒吗？江姑娘这么聪明，应当知道娘娘不是没有办法压下陛下，只是在你和陛下的那田火气之间，江不念，你不值得他去争执。阿念，我没事。你们早就……没错，世子终于看出来了呢。只是我江不念，并不需要夫族的助力添砖加瓦。小念，娘求求你，你就帮帮珠儿吧。珠儿从小娇生惯养，哪能熬得住这千里的奔波？我知道你以前受了委屈，不喜欢我，只要你肯帮珠儿，打也好，骂也好，我齐木鱼随你处置。你既然在娘娘跟前说得上话，就拉你妹妹一把，别总这么不懂事。你妹妹好了，往后在京城内外也总归是你的助力。既然要救命，这点诚意哪够？父亲，您怎么不跪下来求我？什么？逆女，居然敢这样跟为父说话！9岁，为了保江随珠，你一句话我就进了山宫陪读。13岁，齐木雨怀相不好，你一句话我去求娘娘。你是我江家的女儿，听吩咐本就是天经地义。所以你便以为我江不念性子软和好拿捏，
以为我在宫里发落性情侯府，也只是听命于娘娘的傀儡。父亲，求我不难的，就像当年你跪在亲面前，求他成全你和齐沐雨一样。夫人，你就成全了我吧。沐雨又有了身孕，大夫说这胎必是个男孩，我不忍心再委屈他。我们是先皇赐婚，你不能和离，所以只能求你将正室的位置就腾出来了。长庚若是成了庶子，出身叫人诟病，你让他以后怎么在京城立足？夫人，你就当是为了不念，待你去后，除了沐雨，旁人不一定能将不念视为亲女照料。你竟然拿不念来威胁我，这是你的亲骨肉啊！门外便是皇后派来的嬷嬷，你今日动手殴打娘娘心腹，便是冲撞圣眷，整个中秦伯府都要受牵连。伯爷万万不可动手，一旦得罪娘娘，长庚往后承袭爵位彻底无望。今日你们不肯低头求我，今后若江长庚遇上祸事，父亲说不定会放下身段，再来低声祈求我呢。伯爷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长庚会不会出事？不过是危言耸听，有我兵权爵位在，无人能伤害长征。整整1000万两，西陵后几代积累，一朝全部上缴国库，落得流放下场。贪墨千万赈灾军饷，这是活该。换做寻常官吏，早已满门抄斩。岭南路途遥远，瘴气密布，劳烦二位沿途好生照看卫氏一族，不必格外体恤。姑娘放心，我等知晓分寸，定让魏世子这一路永生难忘。今日屈辱我全部记下，若我能活着从岭南回来，必定100倍报复，让你付出惨痛代价。岭南路途艰险，能不能活着抵达还是未知，不必提前放狠话。陛下心中清楚，千万司库之事是他授意，最多5年，陛下气消便会召我回京，到时候我定会求陛下赐你一死，留全氏以示仁慈。江不念，我迟早要你好看。这位夫人，有人托我把这个给您。是你，江母念，是你绑走了长庚！夫人不要乱说话，不然下次送来的恐怕就不只是信了。求求你了，伯爷，你就去求求江母念吧。长弟才成年，他落在那群杀人不眨眼的山匪手里，多等一刻就是多一分危险啊！闭嘴！让老子去求那个逆女，门儿都没有！老子是堂堂武将，难道救回自己的儿子，还要靠那个吃里扒外的丫头？老子已经请了旨，领兵剿匪，不过是区区几个山匪，等老子把长庚救回来，看江不见还有什么脸在那张扛！山匪盘踞深山，地势复杂，官兵难以攻入，贸然前往只会遇险。伯爷，前路被堵，后路断绝，我们冲不出去了！一群鼠辈，也敢困我大军！速速放了我儿！今日我上课留你们全尸！钟秦伯，你仗着官位欺压乡民，你那儿子横行一方，欺男霸妇，作恶无数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报应。你以为凭着一腔蛮勇就能踏平我黑风寨？未免太过自负！我子纵然有错，也轮不到你们这群草寇拿捏。今日我定要血洗山寨，带回我儿！卑鄙！只会暗箭伤人，算什么好汉？伯爷，之前你带兵围剿我们的时候，不是气焰嚣张、目中无人吗？怎么如今成了一条丧家之犬？我乃朝廷钟秦伯，你们敢杀朝廷命官，早晚必被朝廷大军夷平山寨。朝廷，你徇私护子，纵容恶少，为祸百姓，
早就失了为官本心，今日便了结你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我的儿子，谁都不能动他，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启禀皇后，钟秦伯领兵进山剿匪，误入埋伏，不幸重伤身死。钟秦伯一生重脸面，心高气傲，凡事不肯低头求人，一意孤行，最终落得这般下场，也是注定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无人能阻拦。你15岁揪出一族奸细，护住朝堂安稳；17岁研制治愈药方，救下无数百姓；18岁平息地方暴动，避免流民祸乱一方。此番又彻查江南贪腐，查获千万赃银，肃清地方害民贪官。你的功劳如今也是官爵朝野了。只是本宫想问你一句，你明知他与陛下魏遮同流合污，漠视苍生百姓，为了一己私利相互勾结，祸乱朝纲，依旧屡次公开与他作对。如今他命丧山中，你心中定真没有一丝后悔？你我本就是朝堂暗流之中的盟友，一同对抗漠视民生的帝王一党。今日你能背弃生父立场，来日若是本宫与你理念稍有偏差，你是否也会背弃本宫？臣不曾后悔，也永远不会后悔。陛下无心朝政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一味奢靡享受。魏遮全欲怀心把持朝政，臣吃父钟秦伯拥兵妄为，依附帝王一党欺压百姓。三人本就是祸乱民生的一伙人，我与他为敌，从来不是忤逆亲情，而是站在万民这边，对抗祸国害民的势力。臣与皇后结盟，从不是依附权势，只因皇后心系百姓，一心想要整顿朝纲，安抚万民。你我前行方向完全一致，只要娘娘初心不改，依旧以苍生为重，你我之间便永远不会有分歧。这份公少同盟牢不可破。再者，朝野上下皆轻视女子，无人愿意给臣施展抱负的机会，唯有皇后愿意信任臣，重用臣，让臣能以己之力护百姓安稳。这份知遇之恩，臣始终铭记，绝不会辜负殿下。有你这番话，本宫便彻底安心了。你我二人同心，范能在这浑浊朝堂之中守住万民一线生机。长庚在哪里？你到底把长庚怎么样了？你说好的不伤害他的呀！当年你跪在我娘亲面前立誓，只要给江随珠嫡女身份，终生不踏入伯府半步，唯此事不得善终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只是一时说辞，怎能当真？你扣押长靖太过歹毒。你从未遵守誓言，你的承诺做不得数，自然我答应你的话也不必兑现。江不念，你真是冷血无情！再怎么说，长庚也是你的亲弟弟呀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害他？我何时害他了？江长娟被绑这件事，从头到尾都和我没关系啊！是你才是主谋，是你故意激怒伯爷去围剿山匪，你好狠的心！姨娘在说什么呀？那山匪作恶多端，多亏父亲英勇就义，才激得陛下下旨大力围剿。好一招翁傍相争，渔翁得利！没想到你娘那个窝囊废竟生了个这么有手段的女儿！不得不承认，你比我爹聪明多了。可惜你和我爹一起逼死了我娘。是我对不起你娘，但是长靖是无辜的啊！你放过他吧，我求求你！江长岑还真是好命，未出生就为他筹谋嫡子身份，不必寒窗苦读就能得到爵位官位。品行恶劣，锦衣玉食，奴仆环绕。至于险境，还有父母相护，毫不费力，全是得到，真是可笑啊！既然如此，夫人若是以身殉夫，便能落个贞烈的好名声。有这块遮羞布在，将来江长刚袭爵的路还能走得更顺畅一些啊。可若是过了今天，江长城别说袭爵了，还能不能完好回来都不一定呢。横竖都是死，是为了儿子死的体面，还是拉着儿子一起下地狱？夫人自己选吧。你发誓，江不念，用你那个被逼死的娘亲去谢家发誓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你！我江不念在父亲灵前发誓，明天就把江长金找回来。若违此事，我外祖家谢氏永世不得超生。好！
住，你答应过我的。长征，娘亲给你争一个贞烈的好名声，你一定要袭爵。娘亲，这一天您等了很久吧？那些欠您的，我都会拿回来。打开看看。飞，我要飞，好多鸟。齐木鱼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的儿子好好活着，活着才能为他自己赎罪，为那些受他迫害的百姓赎罪。陛下龙体欠安，即日起由本宫代为摄政，诸位可有异议？你疯了！莫要去趟这趟浑水。皇后娘娘勤政爱民，摄政并无度妥，我等顺水推舟就是。听闻钟秦伯剿匪殉国，伯夫人以身殉夫，独子江长庚神志失常，伯府无人承袭爵位，将不念屡建奇功，便赏他承袭钟秦伯爵位，封女伯爵如何？臣附议，江姑娘功绩卓著，封爵理所应当。臣无异议。臣等无异议。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江不念如今是大秦女伯爵，权柄在手。若当年你安分守己，履行婚约，魏家3代昌盛，全被你一己私欲毁掉。为了这么一个浅薄女子，葬送全族100年基业，你何其愚蠢！父亲，如今局势已经明朗，皇后一党深得民心，陛下不理朝政，只顾玩乐，我们魏家再无翻身可能。你早有谋划。父亲放心，事已密成，您就等着儿子的好消息吧。这魏家还真是不安分，还想着造反。本宫敢肯定，若不是被你这个半路冒出来的丫头弄去流放，凭着魏遮的手段和胆量，说不定还真能青云直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跳梁小丑罢了，娘娘尽管放心，他掀不起什么风浪。陛下病天了！先帝骤然离世，朝堂群龙无首，如何处置国事？国不可一日无主。如今新君未立，朝野动荡。皇后娘娘聪慧贤明，多年协助先帝处理政务，深谙朝政。先帝无子嗣，无宗亲，理应由皇后临朝登基，稳住大局。我等附议，恳请皇后娘娘登基。先帝崩逝，朝野动荡，众卿既推举本宫登基，本宫便担此重任。从今往后，大小政务交由本宫处置，各部官员据实上奏，不得隐瞒，不得徇私。臣等遵旨。臣誓死效忠陛下，继承万人之望，守山河安定。本宫便登临帝位，执掌万里江山。陛下，如今龙袍玉玺已备好，百官齐聚殿外，等候您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还记得你9岁刚入宫时，瘦小单薄，沉默寡言，伴七公主读书。如今也是在朝堂站住脚跟了。多亏娘娘您收留我入凤鸣宫，13岁我便开始暗中替您奔走办事，10余年从未有过半分懈怠，这才能侥幸入朝为官。你我10余年表里相依，大启第一位女伯爵出世那日，便注定今日我能登顶帝位。臣愿终生辅佐陛下，安定山河，抚平天下疾苦。好，好，好。只是魏遮那边还是不安分。如今朝堂已定，你正好去岭南走一趟，以绝后患。臣谨遵圣旨。去吧，
明日就启程。是，臣告退。阿年，你怎么来了？殿前当差无需值守吗？听闻你要独赴岭南，那地方风沙肆虐，魏哲流亡后心性扭曲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我已向陛下请旨，准我随行，一路护你安危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与你同行，何来辛苦？我已准备好，咱们即刻动身吧。都是江不念那个毒妇，若不是他处处算计，我怎会落得流放岭南、日日吃苦的下场？如今家中无粮，你去讨吃食，讨不回不许回来。城外流民凶狠，我一人出去实在危险。废物，连一点吃食都讨不来，留你何用？滚出去！把手里吃食交出来！这是我仅有的一点粮食，求你们行行好，留给我吧。松手！快把粗粮拿出来！一个流放贱婢也配独占吃食？别抢！那是我活命的东西。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欺凌女子，好大的胆子！阿年，是你妹妹。伯爵大人风光无限，特地来岭南，是专程来看我落魄模样寻乐子吗？我奉陛下密旨查办魏哲，并非为你，只是恰巧撞见，同你说几句话。查办魏哲，一旦魏哲定罪，我必定会被牵连处死。说到底，你从来容不下我。当年伯府、侯府所有人都劝你退让，你步步紧逼，毁了我的婚事，倾覆侯府。如今连魏哲最后一条活路都要斩断。你当真觉得是我毁了你？父亲偏心，继母利用你争宠，魏哲的真心转瞬即逝，龙颜一怒，你便被贬为婢仆，任人打骂。自始至终，从来没有人问过你心中真正想要什么。少时你以为嫁给魏哲便能一世安稳，可这世道之下，世家女子只是联姻筹码，寻常女子处境艰难。女子一旦失去庇护，就无法安稳度日。当年侯夫人拿我落水一事发难，只凭一场意外的肌肤接触便要毁我名声。可男子三妻四妾随意移情，却无人苛责。这世间所有规矩，从来都只死死捆住女子。可我原本能安稳做侯府世子妃，如果没有你，就算没有我，魏哲也只会拿你换取权势。他心中只有前程权欲，今日能为你算计我，来日便能为利益舍弃你。你我都是被世间礼教困住的人，你一心依附他人求生，我不愿任人摆布，仅此区别。我如今的地位是血泪堆出来的。魏哲通敌害民必死，但你只是受他欺辱，未曾参与谋反。你不杀我，我只成乱臣，不乏身不由己的女子。我背了银环鹿鼎，往后万事自己做主。多谢姐姐，今日我才算通透，往后我会好好活下去，不靠任何人。江不念，是你步步紧逼毁我前程，如今还要赶尽杀绝！敢伤伯爵，格杀勿论！魏哲流放期间勾结敌国，证据确凿，就地擒拿，同党一律收押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成王败寇，有什么话下去再说吧。大启11年，中前伯爵江奴念屡立新功，擢升一品宰相。同年，女帝开设女子恩科，
至此大启开启了海晏澄清盛世之下。